Hello， 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在看了我的视频之后，询问我关于租车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就专门出一个视频，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国内和国外租车的具体细节。那首先我想讲呢，国内跟国外相比，国内租车实在是太方便了，不论是这个流程的体验，还是服务的质量，比国外高出一大截。就从国内开始。那国内租车自驾游呢，适合什么样的人？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这个旅行计划是要跨市的。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市内活动，我觉得没有必要租车，因为在市内交通啊各方面你不如打车啊，找停车位啊，你还要付停车费，而且国内打车软件都很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没有必要。如果你的出行计划是需要在一个省内或者是跨市，你有小孩、有老人或者有宠物，那这个就是最适合自驾游的类型。因为老人小孩你去赶大巴赶火车真的是非常辛苦。那么价格方面呢，在国内租车的软件是时间越长越便宜，而且你越提前订越便宜。当然很多 APP 也有他们的优惠券，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你可以领好很多新人大礼包，包括租3天免1天呀，200元300元的这种礼包，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如果你的行程是比如说你到一个城市住个2、3天，去换到下一个城市，那我的建议呢，你从这个城市转移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开始租车，包括下一个城市比如说有一些郊区的景点呀，你把它安排在前1、2天，因为其实你中间到另一个城市大多数时候你都是打车的，你不可能每天开着租的车出去，因为真的停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停车费，你不如出去打车划算，而且也方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种时间越长越便宜的优惠。那这里我有一个 tips， 如果你这个旅行团队中有2个人可以开车，有2个人有驾照的话，那你就可以通过2个人分别订。比如说我领一个新人大礼包，我先订2天，下一次我们换下一个城市的时候，另外一个驾驶员可以再领一个新人大礼包，再租2天。这个就是便宜不占白不占。那之前我和我妈妈去福建玩的时候，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在国内跟国外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国内不限定你的驾驶人，他不会说如果是你租的就必须你开，他没有这个设定。那我就通过上一次我在国内的租车体验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流程。我上一次使用的是一嗨租车，这是绝对无广，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如果下一次我在国内出行需要租车的话，我绝对还是会选择一嗨租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一嗨真的非常方便，你不用下它的 APP， 你直接在这个微信里小程序就可以下单，微信和支付宝的信用分都可以作为押金来使用，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押钱，你只要用你的信用分就可以。其次呢，他们是可以接受电子驾照的，上一次我就忘记带驾照了。虽然租车价格肯定是比大巴比高铁要高一些，如果你的出行人数是超过3个人，3个成人，租车有的时候会比你坐火车坐高铁要便宜。还有一点，这个一嗨的保险非常好。我们当时是50块钱1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浮动。买了这个50块1天的保险，你根本不用担心车有划痕。开走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不会帮你检查车，因为他说无论什么划痕，这个保险都是包在里面的，闭眼入这个保险。它会有一个车型盲盒，这个价格会比最便宜的还要低。那当然，这个基于你对车型没有要求，如果你只是想最经济、最便宜，那我就选盲盒。当然这个你要看个人需求，比如说你人多，或者你有小孩，或者是你行李很多，当然你要选大一点的车。如果你只有2、3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对空间也没有什么要求，当然是越便宜的越好。当时我们就遇到租的车型没有了，然后当即客服就给我们免费升级了。不过注意的一点，像这种盲盒的车型都是没有倒车影像的，如果你对自己的停车技术不是很有信心的话，建议还是选择比较贵一点的车型。还有专属客服，这个客服他会加你的微信，路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直接跟他微信沟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一嗨租车的还车地点不一定是在家门店，他们有很多还车点，甚至有自助还车服务，也就是你把车停在那儿，你把钥匙放在指定的地方，你就可以走了。还车之前呢，你要把油加到你租车时候的量。结果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抽了就忘记了，等到工作人员过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没有加油怎么办？我现在去加可以吗？他说没事，我帮你来加。其实后面我看到在一嗨的这个 APP 上说，如果你没有加油的话，需要工作人员帮你加，他们是要收取50块的这个手续费的。但当时这个工作人员也没问我收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看了一下油表，他跟我说大概需要80块油费，我就转他了80块。大概过了1到2个小时，他直接从你微信这个一嗨租车的 APP 上退回了你10几块，就是这个油费的差价，就是精确到你租车的时候这个油量到你还的油量。当时确实有被这个细节感动到，没想到他们10几块还是会退给你。后来我们在泉州待了4、5天，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没有租车的，全程都是打车。这里我就要强烈推荐泉州的小白公交，真的非常方便。它虽然叫公交，收费也是公交车的价钱，2块钱1个人，但是它完全就是出租车。你可以在 APP 上叫车，
你说我在哪儿，希望能够有车过来接我，他们就真的会过来接你。而且你上车之前，你告诉他们你去哪儿，他们会尽量把你送到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是第一位上这个小白公交的，那他就会直接带你到目的地，跟你目的地不相同的人他一概都不会拉，真的非常方便，强烈推荐。我觉得一减缓了泉州市中心的这个交通压力，其次呢也是方便游客、方便居民。所以在泉州的这3-4天我们是没有租车的。最后一天我们租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有3个诉求。第一个，我们想去浔埔，浔埔是泉州的一个镇，我们想直接开车过去，就比较方便，买车需要20分钟的样子。其次呢，我们要去福州，准备离开福建，我们还去坐飞机回甘肃。我要坐火车去上海回西班牙，所以我的诉求就是我想把我妈妈送到机场，我最后在火车站还车，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去乘火车。那我有回西班牙的行李，2个很大的箱子，这样就免去我拎着箱子到处跑。那这样箱子全程就在后备箱，我不用动它，直到最后一站。那在第2次租车的过程中呢，又一次感受到了一嗨的服务。首先当时我们租那个车是不用钥匙的，完全可以手机 APP 操作开门、锁门等等。其次还车的时候，这一次我记得加油了，但是我加的稍微超了一点。那一般情况下油超了就超了，你也没办法。但没想到我把车还了以后，过了2个小时，他们居然把我加超的那一部分的钱又退回给我了。当时我就真的再一次被感动到，虽然就只是10几块，但是这种体验、这种感受就让你觉得这个公司非常非常值得信赖。当时我们因为这个没有钥匙的问题，导致锁车有一点问题，一直都锁不上。最后我说我要赶火车，当时这个工作人员直接开着车把我送进站了。因为它门店离火车站还是有一定距离，大概走路可能要个15分钟左右的样子。我说我有点来不及了，他说没事没事，我送你。他直接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进站口。总体而言，上一次我这个一嗨租车，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租车出行，整个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问题，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特别好，有问题都会积极解答。所以下一次我肯定还会选择一嗨租车。下面我们就讲讲在国外怎么租车。在国外呢，之前我和我爸妈去意大利，我们租过一次。我建议大家在意大利不要租车，除非你非常赶时间，你需要在几个城市之内穿梭，因为意大利以罚款出名。很多地方有限速，你看到在高速公路上很多车开着180、190，因为他们知道哪有测速雷达，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们在意大利是吃到了2个罚单，而且这2个罚单不是因为我超速180，是因为在某一些地方我开到了50，但是它的限速是40，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路标，谷歌地图也没有显示这个地方有限速。在罗马、在米兰这样的大城市，市中心你的车是进不去的，只有他们的居民还有限定的特殊人物的车才可以往市中心开。那这样你租车毫无意义，除非是你需要去一些小镇子啊，你不得不租车，或者是你对于当地的法规非常了解。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欧洲的整个公共交通和中国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很多小镇没有公交车，有公交车有火车，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一班，尤其是节假日，可能一天只有1-2班。而且欧洲的火车票，如果你临期购买的话是非常贵的。飞机票有很多联航，但是如果你是国内过来，你有很多行李，你买行李的价格可能会远超过你机票本身的价格。所以在欧洲租车自驾游适应的人群，第一个就是会开手动挡。之前我也讲过，在欧洲这边很多车型都是手动挡，自动挡的车型选择很少，而且他们的备货量也很少。在旺季的时候，你即使预约到了自动挡，你可能到现场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自动挡车没货了，你只有选手动挡或者选更高价位的自动挡。而且一般自动挡的车都是比较贵的车型，在欧洲我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便宜的车型，因为看到贵的车型很容易就被破窗。在欧洲很多时候你停车是停在马路边的，没有专门的停车场，所以如果你开一个比较贵比较好，而且租车行的车一般都是很新的，停在路边势必会担忧我车会不会被砸呀，或会不会有划痕啊等等，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欧洲尽量选比较便宜的车型。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谷歌地图，因为谷歌地图和百度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像百度地图那么傻瓜，比如说要右转会提前大概500米1公里就会一直告诉你右转，你不会错过那个路口。但是谷歌地图可能就会提醒你1次2次，经常很容易错过路口。而且欧洲这边的这个路口呀、高架呀都非常非常复杂，经常会有环岛，第1出口、第2出口、第3出口，一不小心就会弄错。开车的人呢，最好是不要看地图，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他能看得懂地图，坐在副驾驶给你良好的指导。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之前我们在克罗地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最好有一个 Visa 或者万事达的信用卡，因为欧洲这边租车是肯定要有押金的，很多地方它只有信用卡才可以刷你这个预授权。
才可以给你押金，借记卡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你决定要租车，最好就是拿一个双币的信用卡。那么价格来说呢，欧洲这边租车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因为竞争很多，有很多租车公司，而且很多外国人去不同地方旅游，他们习惯了开车，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价格很便宜。但是大家要注意甄别，在你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对比，比如说你去 Booking 啊，或者是去一些租车的对比网站。你看到价格很低，但是你也要看它的评分，有一些评分非常低，因为很多公司他们会有一些陷阱，就是你不买他们的保险，会故意找一些很细小的伤痕来向你罚款。所以如果看到有这种评论呢，最好就不要租这个车，要么你就是买他们的保险，一般这个保险跟国内相比就是非常贵了，不可能50块钱一天。但是如果你水平较好，你对自己有信心呢，不买保险也可以。但是对于大多数从国内来欧洲旅游的，路况不熟悉啊，包括自动挡不熟悉，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保险，那么尽量选便宜的车型，整个这样价格下来，可能跟你贵的车型不买保险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整个这个自驾游的过程中，你是比较安心，你不会担心啊这边蹭了一下。包括欧洲很多时候你在街上停车，我亲眼看到过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他喝醉了还是水平不行，他开走他停的车，生生就撞在前面的车上。所以大家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最好还是买保险。而且欧洲这边不同的国家对于停车的规则也不同，比如说意大利中心是没有办法停车的，西班牙这边你可以停白色的线，它就是免费的，蓝色的要收费，规则很复杂，而且还要自己交停车费，把小票放在车里。为了避免这些复杂的停车环节，如果你的酒店或者是民宿提供私人停车场，就是最好不过的。那么欧洲租车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它比公共交通要便宜很多，而且去到很多小地方你坐公共交通是没有办法去到的，但是很美，很值得一去。你看所有攻略里都有这个地方，但就是公共交通到不了。最后一点呢，就是体验。和国内相比，国外的租车公司就是毫无体验，而且你时刻提心吊胆，你会被他们扣钱，你会被他们罚款。在租车之前呢，他们会和你一起检查一下车体，那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拍照，比如说你看到的细节，你会告诉他们，他们会记录，包括你自己也要拍照。在开车的过程中，你一定要警惕小心。最后还车的时候呢，欧洲这边工作时间是很短的，超过他们的工作时长，他们不会24小时在那等你。所以要么就是你直接把这个车钥匙放在他们的信箱里，要么就是你在他们工作的时间过去还车。车钥匙放在信箱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参与这个检查车的环节。这样的话，万一他们要说啊，我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已经走了，没有办法去核实，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需要买保险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这些了。但是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呢，大家最好就是多对比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租车公司，仔细看评论。最后呢，自驾游一切还是以安全为主，大家量力而行。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有任何关于租车或者是自驾游的问题，都可以留言问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